欢迎回来。日本政府28号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老调重弹，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此，中国外交部、中国驻日大使馆、国防部作出回应，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将在未来5年间投入约3100亿美元防卫预算，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28号，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批准并公布了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去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3文件以来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继承了安保3文件的基本思想。从内容上看，白皮书主要包含安保环境、安保防卫政策、为实现防卫目标可采取的3种方式、强化共同基础等4大部分，并增设阐述强化同盟调整功能等相关章节。其中关于安保环境，白皮书称，中国正在急速强化军事力量，是对国际秩序的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于29号回应称，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固守错误对华认知，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抹黑炒作中国军队正常的建设发展和军事活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区紧张局势。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谭克飞强调，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从未挑战谁，更没有威胁谁，反而是日方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幅增加防卫开支，鼓吹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追随个别大国搞有针对性的小圈子，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当天，中国外交部、中国驻日大使馆也表明严正立场。近年日方不断增加防卫预算，修改防卫政策，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已经引发外界对其是否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担忧。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往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都会大量涉及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及中国内政问题。去年的白皮书用34页篇幅刻意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对日本造成的所谓安全威胁，把中国视为其安全上的强烈担忧。而今年的白皮书延续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调性，但措辞更为强烈。实际上呢，表现出他的防卫路线、防卫政策、防卫方针的思路，就是要以中国为他最大的防范对象，要加强呢自卫队的力量，要全面提升自卫队的军费，这表现出呢他越来越要强军的一个战略发展态势。白皮书再次拿台海议题大做文章，声称去年1700多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岛周边，台海的军事平衡正向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倾斜。历史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罪责，近年来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不断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之间所谓的军事平衡，完全是个伪命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尤应谨言慎行，反躬自省。近年来，日本政府不仅口头上表示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军事层面也正加紧针对性部署。自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开始在与台湾相邻的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等部署12式反舰导弹、03式中程防空导弹和爱国者系列反导系统。日媒25号还报道，日本防卫省正在加强太平洋一侧的军事监控基地，其中冲绳县东部的北大东岛将部署车载型雷达系统，操作人员约为30人。而近期这一系列军事部署也引发了学界的担忧。11名日本学者24号联合发表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未来报告，呼吁日本当局通过非军事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不要火上添油。报告的主笔之一，庆应大学学者天谷方秀说，如果日本只是一味采取军事对抗的姿态，外交选项将陷入死胡同。
与此同时，日方还加大了与台当局的勾连。本月中旬，日本智库机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在东京举行了一场兵棋推演，不仅邀请了美方参与，台当局的一些军方人员也首次参与了这场兵推。从日方参演人员看，对此次兵推十分重视。日本前防卫大臣、现任众议院议员小野四五点在兵推中扮演日本首相的角色。此次兵推模拟情境设定在2027年，也就是美方大肆鼓吹的所谓解放军武统时间。同时呢，他的那个西普联现在呢要由2400人扩大到3000人，也是要作为呢台海地区有事首先使用的尖刀部队来进行储备。所以从这个视角上来说，日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应对台海地区的局势。同时呢，日本还不断加强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还注意到，今年的白皮书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章节关注中俄合作，其中将俄罗斯定义为安全保障上的强烈担忧，并称俄罗斯正计划向远东地区部署最新装备，还无端揣测中俄两军在日本周边不断开展空中和海上联合巡航，明显是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有分析指，在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际，日方刻意渲染所谓中俄合作，纯属别有用心。因为就在这份白皮书发表的2天前，中俄两国国防部就已对外公布，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将于近日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巡航，这将是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双方还强调，此次联合巡航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进行，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那你要说威胁到了日本的安全，那美国和日本经常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啊。日本还和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几乎这些大国都举行过，甚至呢越来越频繁地举行相关的联合军事训练、联合军事演习。如果那我们反过来要指责日本，你也威胁到了中国的军事安全。在渲染了一番所谓周边威胁后，白皮书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强化防卫及反击能力。白皮书增加了7个重点领域的防卫支出，分别为防区外防卫能力、联合防空反导能力、无人装备防卫能力、跨领域作战能力、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机动部署与保护国民能力以及持续性与强韧性。俄卫星通讯社分析，其中的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实际上就是研发远程导弹。日本方面认为，这一能力能使日本自卫队能在不受攻击的情况下应对敌方部队。白皮书声称，将研发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并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2019至2023年，日本与远程导弹相关的投入仅约14亿美元，而在未来5年，这一数字将猛增至约36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日本防卫白皮书实际上延续了去年底通过的安保3文件的基本思想，为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2023年度起，日本政府将在未来5年间投入约3100亿美元，至2027年，防卫预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去年出台的安保3个文件，其中呢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废弃了过去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呢要能够打击敌方的导弹基地，打击敌方的战略决策中心，打击敌方的军事节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鼓噪中国是所谓最大战略挑战，您对此怎么看呢？我认为跟往年相比，日本的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出现了3个令人不安的新动向。第一个是，在去年的白皮书中，日方仅仅是用强烈关切来描述对中国的态度，而这一次则认为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我们知道，前者只是表明了日方对中国的态度，后者则是直接对中国定了性。而把中国定性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未来日本将会把最大的精力，甚至是全部的精力，用来应对中国的所谓挑战。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日本准备卯足了劲要跟中国对着干。第二，按理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应该把主要篇幅用在自身面对的所谓威胁上。然而，在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方就罕见地用了前所未有的篇幅来描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所谓军事威胁。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日方已经将台湾面临的所谓威胁看成了是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岸田政府正在将安倍主张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上。或者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日本正在做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准备。第三，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在杞人忧天，为美国所面临的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操心。白皮书说，中国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仅是在为台海危机做准备，而且是在为对抗美国做准备，并指中国要打造一支能在智能化战争中战胜美国的部队。我认为这背后可不仅仅是在挑拨中美关系，它实际上是在把美国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也当成了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并做好了要为美国两肋插刀的准备。换句话说，日本不仅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认为未来美国有事也是日本有事。这也就再度证明，近年来美日同盟关系已经被再造和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过去的美日同盟主要强调的是美国对日本承担的军事保护义务，而现在这要强调日本也要对美国承担军事保卫义务。总而言之，日本在这份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所要传递出来的信号，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中国大陆是日本面临的最大战略性挑战。第二句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威胁就是对日本的威胁。第三句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所谓威胁也是对日本的威胁。而这3句话背后共同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日本翅膀硬了，要在亚太地区当警察管管闲事儿了。新版防卫白皮书也谈到了俄罗斯与朝鲜的所谓威胁，那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份白皮书中，除了在前面单独大谈特谈了中国的所谓威胁之外，而且在谈到朝鲜与俄罗斯的所谓威胁时，也把中国给塞进去了。这背后的逻辑顺序是，先是抨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所谓侵略与核武威胁，以及抨击朝鲜多次试射洲际导弹，后又重点突出了中国的所谓威胁，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所谓威胁要远远超过俄罗斯与朝鲜。接下来，这是居心叵测地强调了中国、俄罗斯与朝鲜3国对日本造成的共同威胁。这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对外暗示，中俄朝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的军事集团。因此，为了应对中俄朝的共同威胁，所有的西方国家必须结盟应对，尤其是北约必须要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来。也就是说，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说的，这实际上想在印太地区制造和挑起集团式对抗。大家知道，此前中方曾经反复强调，中俄关系是一对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对中俄关系的误解与误会。而日本刻意夸大中俄两军在日本海附近的联合巡航行为，突出强调所谓的中俄朝共同威胁，实际上就是要竭尽全力对外暗示，中俄朝不仅有所谓的结盟倾向，而且是在抱团应对抗日本和美国。日本这样做，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污名化中国，而且是在刻意挑拨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跟欧盟的关系，并动员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加入到跟中俄朝的所谓阵营对抗中来。除此之外，日本的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通篇还贯穿着另外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主线，即当前的日本正面临着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安全威胁，正迈入新的危机时代。为此，
日本不仅要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而且要建设反击能力。因此，日本要前所未有的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并请全体国民多多理解、多多支持。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除了寻求自身军事扩张以外，日本也在积极追随美国联手地区盟友，搅局亚太。近日，日本在参与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2023演习期间，在澳近海首次试射了一枚1.2式陆基反舰导弹，堪称史无前例。而此次护身军刀演习为期2周，共有13个国家参与，参演规模为历届之最。然而，就在演习进行到第2周之际，澳大利亚陆军一架直升机于28号晚间坠海，机上4名机组人员仍生死未卜。澳方随即宣布暂停演习。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马尔斯29号证实，该国陆军一架 MRH-90直升机在前一晚坠毁，机上载有4名机组人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事发时间约为晚上10点30分，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参加护身军刀联合演习，却意外坠毁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汉密尔顿岛附近水域。Well, Dougal, a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has been underway for the biggest part of the last 18 hours. It's all happening about 10 to 12 kilometres from where I'm standing here at Shute Harbour. There was an issue earlier this year in March where one went down off the coast of New South Wales in Jervis Bay. At the time, it had 10 personnel on board, managed to get their way out. 澳大利亚第9新闻称，目前搜救队伍已经发现部分飞机残骸，机上4人恐已遇难。军方没有透露这起事件的原因，但第一时间宣布暂停军演。报道旨在测试大规模后勤、陆战2栖登陆和空中行动的护身军刀军演，原本已经进入第2周，但由于突发坠机事故，尚不清楚定于8月4号结束的演习是否还会恢复。护身军刀系列联合演习始于2005年，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实施，每2年举行一次。而今年的演习，无论是参演兵力、武器装备数量，还是区域范围，都创下历届之最。除美澳之外，演习还拉上了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11个国家，包含20多艘舰艇、60多架飞机、3万多兵力参演。演习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珊瑚海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杰维斯湾，演练内容则囊括登陆、防空、反潜、反舰、海上机动等不同科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耀向深圳卫视分析，与此前的美澳联演不同，护身军刀2023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大、针对性强。一些演习科目应该讲比较有针对性，一个是制海制海我们讲主要的任务就是反舰另外一个是防空还有一个就是2栖战就包括登岛、独岛演习等主要针对是中国周边海域，包括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那么从它演习科目来讲，我们讲这个美方在这方面他是想花了不少脑筋，他是想把他的盟国作为他的一个在印太地区的打手也好，你说其他什么角度，反正就是说要帮助美军来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尽管主办国之一澳大利亚反复宣称联演旨在提高盟国联合作战能力，但国际舆论普遍将这一演习与中国关联。美国《华尔街日报》直接以美国同盟国在澳大利亚举行规模空前的演习，向中国传递信息为题报道此次军演。报道称，此次演习复杂程度高，反映出美国的最新计划，试图干涉台海局势。外界注意到，演习开幕前夕，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就曾叫嚣，美国及其盟友的动作正是捍卫共同的安全和民主价值观，并向中国展示团结。而美国陆军官方网站发布的一张照片，更将美方主导这场军演的目的暴露无遗。由于美军对护身军刀2023高度重视，今年1月，美国陆军保障司令部曾专门举行过一次纸上预演，以测试能否确保该演习涉及的大量军用物资的供应。现场照片清晰反映，演习涉及的美军预备物资储备分布在韩国、日本本岛和冲绳、关岛、新加坡、夏威夷等地。换言之，美军将大规模作战相关的军用物资布局在中国周边，背后的意图不言自明。外界还注意到，在此次联演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22号在澳大利亚首次进行了12式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从比克罗夫特武器靶场向杰维斯湾海岸附近的东澳大利亚演习区发射。
并落在了预期的地点。日方表示，此举旨在提高反舰作战的战术技能和互操作性，也是双方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一个标志。25号，日韩两军还首次在澳大利亚进行了联合导弹发射演习。日本在浅水湾训练区试射了自制03型中程地对空导弹，而韩国则检验了 K239天5多管火箭炮。日本自卫队进行12型反舰导弹的试射，日本呢有希望把它发展成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远程打击兵器。同时呢，韩国呢也进行火箭炮的试验。所以呢，区域国家呢现在被美国之前束缚的手脚呢越来越放开了，主要还是要跟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参加所谓的战略竞争。日本时报声称，日本与盟友进行的此类演习与中国有关，以在发生冲突时阻止对方海军和两栖部队。但有分析直指，日本的动作实际上有两方面考量：一是向美国表忠心，二是借机夹带私货，通过派出用于登陆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和出云号准航母等进攻性兵力参演，并首次在澳大利亚发射12式反舰导弹，实现让日本自卫队能够明目张胆扩大海外军事活动空间的目的，从而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对其军事力量运用的限制。日本方面想达成几个目的啊，首先当然就是展示一下日本自卫队的能力啊，包括日常的训练呀、武器装备的性能啊等等啊。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想在这样的联合演习当中，特别是直接和美军啊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部队。在贴近实战的演练当中啊，检验日本相关部队的能力，包括武器装备的一些能力，以及和包括美军相关的这个武器装备之间的配合融合啊，这样的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还将德国、法国、英国等北约国家拉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弗拉基季斯拉夫别洛夫认为，尽管演习本身并非以北约为名头，但德国武装力量的210名空降兵和海上陆战队首次参演，实际上间接证明北约在向亚太地区挺进，这是对该地区安全状态的严重破坏。但张耀分析，参加这次演习的大多数国家是在美方压力之下受邀参与，而实质上从其自身国家战略来看，并无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能动性。德法等国参演更多是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那么从德国和法国的各种政策而言，他们对中国当然是有竞争啊，也有合作，和美国强调中国是它的威胁不一样。欧洲国家大多强调中国和欧洲之间既是伙伴啊，又是竞争对手啊，所以我想他们参加这次演习，一个就是检验这个本国军队在远离本土之外的一个活动能力、行动能力和后勤能力啊。另外一个啊，也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存在啊，宣示一下本国在这里的一些某些利益。但是我想认为，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绑上美国战车啊，就是在这个印太地区针对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啊，那个显示军事力量啊，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言过其实了。美国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所谓印太战略之际，南太平洋岛国也成为美国高官的打卡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8号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外长黄英贤会谈。而在抵达澳洲之前，布林肯和奥斯汀还分别到访了汤加、新西兰和巴新。观察指出，美国在南太地区的布局已经从政治、外交领域延伸到军事领域，这值得高度警惕。Can I just welcome our friend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here to Australia, and to say that this AUSMIN meeting comes at a very important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stronger. 28至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防长马尔斯举行了美澳两国外交和安全2+2会议。这是澳大利亚自2019年以来首次举办这一两国之间的年度讨论会。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会议继续讨论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依据此项2021年签署的防卫协议，澳洲将向美国购买3艘核动力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核动力潜艇。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导弹、洁净能源转型及关键能源等问题。
在29号的发布会上，澳防长马尔茨说，美澳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黄一贤则表示，美国和澳大利亚是最亲密的战略伙伴。美防长奥斯汀表示，将继续讨论深化两国国防合作等问题。And that's why we're pursuing several mutually beneficial initiatives. And these include a commitment to Australia's guided 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s, or GMLRS, by 2025. 虽然是美澳两国之间的年度例行会议，但与往年一样，中国议题仍是双方绕不开的炒作点。在会议开始前，奥斯汀就先渲染氛围，放话称美澳都关注中国所谓背离国际法的行为。他还提及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了所谓的霸凌行为，以莫须有的论调来凸显美国的保护。把中国违背国际法这样一个早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否定的陈词滥调拿出来说事儿。那么说明美国它在拉拢盟友方面拉拢盟友对抗中国方面已经找不到很好的借口，或者说已经理屈词穷了。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秦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澳大利亚也长期将南太视作其后院。在遏制中国对南太影响方面，美澳双方有强烈共识，因此此次2+2会谈，双方重点聚焦了军事合作。那么在这种共识下呢，那么他们的政策选项就是和这个美英澳组建 AUKUS， 另外呢，在这个地区部署核潜艇。那么这样来讲，那么会对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稳定形成很大的冲击。那特别是呢，还会冲击南太平洋无核区。那这对于整个太平洋岛国、太平洋岛民，那么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访问澳大利亚之前，布林肯率先走访了汤加和新西兰。在访问新西兰时，布林肯公开对新西兰抛出橄榄枝，邀请新西兰加入 AUKUS 计划。布林肯给出的理由称，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的一员，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与美国密切合作。布林肯说，新西兰可以在任何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加入 AUKUS 的大门永远对新西兰敞开。On AUKUS, as we continue to develop it, as we continue to work, particularly now on the second pillar, the door is very much open for New Zealand and other partners to engage as they see appropriate. 不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着紧密防务联系的新西兰并未接话。新西兰外长马胡塔当天明确拒绝，重申不准备妥协或改变我们的无核立场，并将继续支持太平洋地区无核化。And I've been quite clear in terms of New Zealand's position on the AUKUS arrangement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s that New Zealand's not prepared to compromise or change our nuclear-free position. That'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that's acknowledged and regarded by AUKUS members, and they have certainly heard what we've said in relation to our concerns around compliance of tho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Treaty of Rarotonga, and it is a widely held view across the region. 或许是因为表态过于直接，引发了一些不愉快。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27号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后，语气稍许委婉，表示只要不涉及核潜艇事宜，新西兰并不排除加入的可能。但众所周知，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正是 AUKUS 的核心内容，也是该机制在亚太地区引发强烈质疑与批评的关键所在。因此，新西兰这番表态可谓是婉拒。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官方不断游说加拿大与新西兰加入奥库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甚至刊文敦促加拿大采取行动，声称加拿大缺席奥库斯等同于在大国竞争面前步伐过于缓慢落后。此外，外界也十分关注奥库斯大门打开的论调，是否意味着未来日本等美国在亚太区域的盟友也是该机制的候补队员。观察指出，从布林肯到奥斯汀此行可以看出，美国在南太地区的布局已经从政治外交领域延伸到军事领域，这值得高度警惕。就像这个新西兰的表态一样，并不是国际社会上的所有国家都是跟随美国，或者说对美国言听计从。那新西兰的表态其实反映了，那么新西兰这个国家，那么它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秉持着独立自主的原则。那这样一种原则，其实也是值得向澳大利亚还有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学习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
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此次南太行期间宣称，新西兰加入 AUKUS 澳英美三边安全协定大门是敞开的，那对此您如何评价呢？主持人好，美国和新西兰深化军事合作是有历史基础的。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三国缔结 ANZUS 澳新美三边同盟条约。这项同盟的背景是，冷战开始后，美国为了对抗苏联而扶持日本，但遭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对。这两个国家担心一个复苏的日本会再一次威胁南太平洋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为了打消这种顾虑，美国通过 ANZUS 澳新美三边同盟条约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了安全保障。实际上，在这个逻辑中，日本这个变量并不是绝对的。ANZUS 存在的本质是在过去那个黑暗森林一样的国际关系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习惯于大国的庇护，而在二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宗主国英国不再具有保护他们的能力，因此这两个国家将目光转向了美国。某种意义上 ，ANZUS 就是美国以三边同盟条约的方式填补英国霸权破灭后在南太平洋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1951年9月建立的 ANZUS 和1949年4月成立的北约高度类似。例如 ANZUS 条约第4条规定，对任何缔约方在太平洋区域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所有缔约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各缔约方会采取符合宪法流程的方式共同应对这种威胁。这和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在媒体上听到所谓美国寻求在太平洋建立北约式的军事同盟。事实上，这种类北约的同盟组织早就存在，而且并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1963年到1975年之间，新西兰在 ANZUS 的框架下为美军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提供支持，并派出军队直接参与一线作战。那这种历史上的军事同盟传统是否意味着新西兰有可能加入 AUKUS 呢？美国和新西兰在 AUKUS 澳英美三边安全协定框架下深化军事合作，又有着绕不开的障碍，那就是新西兰的基本国策无核政策。历史上，南太平洋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核试验场所。公开资料显示，在1996年国际社会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美英法三国共在南太平洋岛屿上进行了318次大型核试验和超过600次小型核试验。而新西兰社会始终对这种以邻为壑、完全不顾当地人死活的核试验行为有着极大的厌恶情绪。这种厌恶情绪同时也延伸到了核武器之上。1987年，新西兰正式通过无核法案，而里根政府也随即终止对于新西兰的盟友条约义务。当年，美方甚至宣称必须严惩新西兰，从而防止其他盟友效仿新西兰的背叛行为。从那时起，美国和新西兰的军事合作就处于一种冷淡状态。虽然在2010年和2012年，两国签署了惠灵顿宣言和华盛顿宣言，部分领域的军事合作得以恢复。甚至美军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在2016年被允许访问新西兰，但新西兰政府始终坚持无核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就像此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新西兰，惠灵顿方面表达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新西兰外长马胡塔称重视与美国的安全与防务联系，又表示欢迎美国在区域的存在增强。但马胡塔坚称，新西兰不会改变或者妥协无核立场，这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就是新西兰对于布林肯所谓 AUKUS 的大门是敞开的这句话的回应。考虑到 AUKUS 将在太平洋地区为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核潜艇武装作为协定的重要内容，只要新西兰不改变或者妥协无核立场，那新西兰和美国在 AUKUS 的框架内就不会有合作的空间。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在与布林肯的对话中，马胡塔称新西兰将美国视为最亲密的朋友。注意，马胡塔的措辞是朋友，而不是盟友。这或许表明 ANZUS 走了 ，AUKUS 也不会来。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为期2天的第2届俄罗斯非洲峰会28号晚间闭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非洲多国元首通过一份宣言，内容涉及双方在政治、安全、经贸、粮食、能源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当天晚上，普京还与参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晤。普京表示，非洲大陆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其政治和经济作用正呈指数级增长。俄罗斯将尊重和仔细考虑非洲国家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的倡议。普京在会上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目前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希望也不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他强调，拒绝谈判的不是俄罗斯。普京指出，俄罗斯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完全按照宪章行事，其他国家也应尊重宪章的原则，不应有双重标准、单边制裁，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确保自身安全的企图。普京还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和非洲国家将在多个领域继续展开合作。他说，俄罗斯和非洲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接近，都不接受单方面制裁，反对将气候、人权等议题用于邪恶的政治目的。俄罗斯不赞成自我孤立，支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普京认为，非洲现在无法解决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危机，正是此前西方国家殖民政策的产物。非洲54个国家占了联合国会员国的1/4以上，而且这些国家呢，绝大部分都是跟俄罗斯非常友好的。还有俄罗斯从军事上，特别是从军事技术合作上也非常重视非洲，因为非洲国家的武器进口44%就大头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是向非洲国家提供武器最多的境外国家的，所以呢，俄罗斯重视对非洲国家的合作，而且以后还会更加重视。加强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也是普京在本届峰会上讲话的重点之一，并表示，俄将再向非洲有关国家提供逾9000万美元，以减轻其债务负担。普京称，迄今为止，俄方共免除非洲国家230亿美元债务。Мы будем готовы уже в ближайшие месяцы, в ближайшие 3-4 месяца безвозмездно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Буркина-Фасо, Зимбабве, Мали, Сомал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фрик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Эритреи по 25-50 тысяч тонн зерна. Обеспечим и бесплатную доставку эт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потребителям. 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向非洲打开粮袋，正值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破裂，贫困国家粮食危机风险加剧之际，本月17号，俄乌去年7月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的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到期，俄方宣布不再延长，理由是俄农产品和化肥出口仍因西方制裁遇阻，而外运的农产品只有不到3%流向最贫穷国家。俄方认为协议已经变味，成为乌克兰向粮食充足的国家出口的商业项目。在普京27号的讲话中，他批评西方国家阻挠俄罗斯向非洲国家提供粮食，同时又虚伪地就当前全球粮食市场局面指责俄方。他还强调，西方国家对俄向最不发达国家无偿提供化肥设置障碍。Глобальную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является солидным,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оставщиком сельхозпродукции. И те, кто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это не так, что только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вот этой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зерновой сделки по вывозу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зерна, просто извращают факты, говорят неправду. Ну,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эт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если не столетий, является практикой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пад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这次呢，俄罗斯决定给非洲国家免费提供粮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乌克兰在这个1年粮食协定生效期间呢，出口的粮食大部分是到了欧洲这些并不急需粮食的国家。俄罗斯呢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呢首先想到的是亚非拉那些贫困的国家，最需要粮食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27号峰会开幕当天，中非共和国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负责人塞蒂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的负责人普里戈人的一张合影照片。这是近1个月未公开露面、行踪备受外界关注的普里戈人首次公开现身圣彼得堡。照片可见，普里戈人身穿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满面笑容。照片中与他握手的，据称是中非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莱昂多东。大使先生与我分享了俄罗斯非洲峰会的第一张照片，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塞蒂写道。另据俄罗斯相关媒体报道，27号塞蒂发布的这张照片被多个媒体或个人频道发出，这些频道都隶属于此前普里戈人经营的媒体网络。在这些媒体的描述中，普里戈人在峰会期间会见了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尼日尔的代表，并称这些会面是峰会的组成部分。但俄罗斯官方并未就普里戈人的具体动向发布任何信息。目前外界也尚不清楚普里戈人是否以受邀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俄非峰会。此次俄非峰会期间，与普里戈人会面的几个非洲国家均为近期安全形势趋紧，且此前数年中瓦格纳已在当地颇有根基的地区。其中，位于非洲大陆中部的内陆国家中非共和国为瓦格纳在非洲站稳脚跟的第一站，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等则均在近年发生了军事政变，瓦格纳势力也在其政变前后深入到当地。而7月10号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普京与瓦格纳管理层人员据称在6月29号举行的会面中则提及，瓦格纳指挥官们准备继续其工作。有媒体对此解读，这一描述特指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等地的海外业务。而在日前刚发生政变的西非国家尼日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27号也确认，美国没有看到瓦格纳集团参与尼日尔政变的迹象。至于今后瓦格纳集团将以什么形式和规模继续存在下去，直到目前仍未明朗。